细雨绵绵的江南小镇，知性优雅的茶馆女老板身穿长裙，骑着电动车高速穿行在街道上，一个没留神，哐当撞倒了一个留着披肩发的男青年。这位林雨柔姑娘赶忙俯下身去扶起了披肩发小伙子，小伙子没有受伤，可是手里的无反相机摔坏了。哎呀，我的宝贝相机里面存着我好几年的作品啊！看样子这位长发男青年急得都快要哭了。知性优雅的茶馆女老板林雨柔心里比这位男青年还要更加的着急，因为母亲今天病重，刚刚住院，她这是着急回家取东西，才慌乱之中撞了人，可也实在是没办法，只得先陪着男青年去修理相机。还好问题不太大，维修师傅很快就给修好了。在长发男青年翻看相机照片的时候，有一张合影一闪而过，林雨柔禁不住心头一动。那照片上有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小女孩就是林雨柔自己，而那个小男孩是当年林雨柔不慎落水，把他从河里救上来的小救命恩人铁蛋儿。林雨柔刚想问一句，这位长发男青年还挺着急：“姑娘，这是我的名片，你的长相很有国际艺术气息，我下个周日在海边等你，求你给我做模特，拍几张照片怎么样？”林雨柔刚才想问的话被截了回去，正想着重新组织语言呢，这位男青年却斩钉截铁：“就这么说定了，算是你摔坏我相机的补偿，不见不散。”说完便扭头潇洒的快步离开了。林雨柔没有时间多想，赶快回家取了母亲的换洗衣物，回到医院病房。男朋友曹子健正守在母亲王桂花的身边。“雨柔，你可回来了，阿姨都着急了。”不知道为什么，看到眼前的这位男朋友曹子健，林雨柔的脑海当中忽然闪现出来了刚才被他撞倒的长发男青年。男青年的名片上写着呢，是一位摄影艺术家，名叫刘青。这刘青性格奔放，长相帅气，而自己的男朋友曹子健呢，个性沉稳，书卷气很浓，是一位很好的内科医生。几年来对林雨柔母女俩十分照顾，家里家外帮了不少的忙。要不是母亲突然病重住院，过2天他俩就该订婚了。“雨柔，还不快去陪着子健吃点饭，他肯定早都饿了。”母亲的催促把胡思乱想的林雨柔拉回了现实，与男朋友曹子健手拉着手到餐厅吃饭去了。几天之后的星期日，林雨柔犹豫再三之后，向母亲王桂花和男朋友曹子健编了个理由，独自到海边去见摄影师刘青。林雨柔有2个目的，一是想弄明白这个刘青到底跟自己儿时的救命恩人铁蛋有什么关系，再就是让他拍几张漂亮的艺术照片，记录下自己绽放的青春，也挺好的。另外啊，林雨柔还有那么一丝丝自己不愿意承认也不敢多想的想法。她总是觉得男朋友曹子健各个方面虽然都很优秀，条件也很好，还是个医生，可就是一点也不懂得浪漫，没有什么激情。而这位摄影师刘青则是大不相同，他热情奔放，大胆坦率，给人一种自由而又神秘的感觉。茶馆女老板林雨柔与摄影艺术家刘青2个人在海边边玩边拍照，游泳、滑沙、坐过山车，游玩了一整天。黄昏时分，林雨柔忽然想起了母亲和男朋友，心里有那么一点觉得对不住他们。刘青看懂了林雨柔的心事：“雨柔，
你不要总是想的太多，人生在世，除了责任之外，也要好好的享受生命，对得起自己来这世上一场。林雨柔微微点了点头，这才想起来要问一问刘青，他跟那照片上的铁蛋是个什么关系。刚想张嘴，万没想到刘青把他那炙热的双唇压了上来。林雨柔几乎喘不过气来了。短短几秒钟之后，刘青忽然移开嘴唇，迅速转身。时间不早了，下个周日再见，我再给你拍一组更美的照片。说完便扬长而去。林雨柔还没有回过神来呢，手机响了，是男朋友曹子健打来电话，母亲突然发病，曹子健的老师心脏病专家杜教授正在亲自抢救。林雨柔慌忙赶回医院，还好母亲已经转危为安。转眼又到了周末，林雨柔本打算在医院守着母亲，可男朋友曹子健却一拍她的肩膀：雨柔，连续好几天在医院，你很疲惫了，我今天倒休，你就回去休息休息吧，我来照顾阿姨。于是林雨柔鬼使神差，出了医院往家里走，中途就改变了路线，再次来到了海边，与摄影师刘青又玩耍了一天。体力上虽然有些乏累，可林雨柔的精神上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放松与自由。就这样，每逢周末，林雨柔便把男朋友曹子健和母亲王桂花留在医院，自己与摄影师刘青到各处去游玩。不过后来林雨柔始终也没有再想着问刘青，他跟铁蛋究竟是个什么关系。时间一晃，几个月过去了，母亲王桂花终于可以出院了。出院后没几天，王桂花就张罗着给自己相依为命的女儿与踏实稳重的准女婿曹子健办订婚宴。而此时的林雨柔呢，也接到了摄影师刘青热情的邀请，请求他跟随着自己一同到伦敦去生活。林雨柔左右为难，和曹子健订婚吧，有些不甘心；跟着刘青去伦敦呢，又觉得对不起曹子健。怎么办呢？订婚宴的前一天晚上，林雨柔失踪了，她离家出走，躲起来了。母亲王桂花、男朋友曹子健以及那位摄影师刘青都是全力寻找，多方努力，可就是谁也没有找到林雨柔的踪影。忽然有一天，母亲王桂花突然发病，病危住进了医院。第二天，林雨柔便出现在了病房，跪在母亲的病床前，泪如雨下。妈，女儿对不住你，是因为担心我，你才犯病的呀。王桂花苦笑着微微摇头，哎，这都是命啊，怎么能怪你呢？说着话，支开了一旁站着的曹子健和刘青，单独在病房里边嘱咐了女儿林雨柔一番话。见林雨柔听明白了，并且有了自己的主意，母亲王桂花这才微笑着合上了双睛，与世长辞了。曹子健操持着，刘青协助，帮着林雨柔办理了母亲王桂花的丧事，然后曹子健便回医院上班去了。刘青留给林雨柔一张机票，雨柔，和我一起去伦敦生活吧，明天我在机场等你，不见不散。第二天，林雨柔怀揣着那张飞机票赶到了机场，在候机大厅里，她找到了刘青。刘青非常高兴，紧紧地拥抱住了林雨柔。片刻之后，林雨柔推开了刘青，退后半步，深鞠一躬。刘青，对不起，我是来给你送行的，希望你的未来更加美好。刘青流下了眼泪。雨柔，实话告诉你吧，我就是铁蛋儿，铁蛋儿就是我。说完，再次拥抱了林雨柔之后，便转身登机去了。
林雨柔穿上婚纱，手捧着玫瑰花，走进医院，来到曹子建的面前。子建，你还愿意娶我吗？我向你求婚。周围的医生护士们全被这番情景感动了，有人都掉下了眼泪。原来是母亲王桂花临终之时嘱咐女儿林雨柔，选择生活伴侣要选一个让你心安的人，而不应该选一个让你心乱的人。1年之后，林雨柔抚摸着自己隆起的肚子，身旁坐着丈夫曹子建。茶馆的墙壁上挂着许多他们蜜月旅行时的照片，那照片都是刘青给拍摄的。这时候刘青打来了电话：子建，雨柔什么时候生啊？到时候我好回来给你们拍全家福。另外，我可要做孩子的干爹啊。放下电话之后，林雨柔与曹子建是相拥而笑。